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 Mon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带来的是一个火速的开箱。那么牌子大家相信已经看出来了 ，SNA 的圆桌骑士系列第7代神器共鸣者帕西瓦尔一个豪华版的版本。整体的盒子布局呢，依旧是跟前面的几款是一样的，采用了峰会以及实拍图的样子。这次板金量以及盒子呢都是不太一样的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这个是高纹，两者的盒子厚度对比啊，大家可以明显发现帕西瓦尔要厚上不少。在透明件的颜色方面呢，基本是跟先前是一样的，是深蓝色以及青色两种。整体的透明件的通透度非常不错，并且呢也是跟以前一样，是带有荧光效果的。紫光灯照上去呢，两者的这个透明件颜色呢都是会起反应的。预装板件的颜色呢，依旧是一个香槟金的颜色，整体的漆面很不错。咱们的小黄色零件啊，终究还是一去不复返了。并且呢，这次豪华版是提供了一大版的一个透明支架板件，还有一个白色的地台，地台上面呢是有清晰的刻线的，大家可以渗一个线，图也很好看的。剩下的板件基本就是正常的橙金色了，整体的板件锐度依旧是 SNA 的一贯水准，锐度很高，并且呢细节刻画呢也是没有少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的板件表现啊，依旧这次还是一个分件分色，没有采用贴纸的。水贴呢提供了一小张，按照身体部位是给进行了一个划分。说明书部分呢，依旧采用了系列同规格，正面是个峰会，背面是一个板件分布图。峰会图大家不难发现啊，在这个帕西瓦尔周围呢，全是武器，也代表了他神迹共鸣者的一个身份。然后里面说明书拼装的部分的话，这次是没有给提供一个单独的板件的一个区块，是直接从头拼到一个外甲的部分。然后后面的话是一些配件的一个拼装的指引，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水贴的指引。那么我这边也加急给它赶出来，出一个详细的测评。在收到了帕西瓦尔之后，我就立马开干，终于经过了1天的奋斗，终于是将这个视频做出来了。那么首先呢，咱们先来看一下，它是第7代，也就是圆桌系列的第7代，距离上一代特里斯坦呢已经隔了4个月了。不得不说，这4个月的等待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的。那么本次产品呢是分为豪华版跟普通版，那么本次收到的是一个豪华版，就是它会多出一些武器配件以及地台、武装之类的。那么咱们之前的话已经发过了帕西瓦尔的开箱了，所以说板件的部分这边就不进行展示了。咱们直接来看骨架。骨架部分呢，与先前的几代是一样的，它是会有一个完整的骨架，并且在骨架上这次依旧是加入了一些创新的全新规的设计。这次的骨架可以说是吸收了之前的一些优点，然后再进行了创新。首先呢，弯腰这次呢也就是2段，整个弯腰的幅度是非常大的。在胯部这边呢，也有一个跟特里斯坦一样的一个胯部避让，可以让弯腰的幅度更加大。在腿部这边呢，有一个滑槽，有2段的一个小的联动效果，可能这个骨架不是很明显，然后等一下我们装上外甲再看一下它的联动。那么外甲装上之后的样子呢，就这样子。其实大家可以明显看出来，它的配色其实跟先前的几代其实并不一样，但是因为都是白色的色调嘛，所以说可能远的看上去还是有些相似的。这次帕西瓦尔身上的这个玉土装的金色呢，占比其实是比较多的，浑身都可以看到，并且呢，这次并没有用深蓝色的点缀，而是用了一个淡紫色的点缀。在头部这边呢，眼睛也是采用了金色以及透明色，可以自行的选择。大家可以看到肩膀处这边有个孔洞，实际上它是有给一个遮手件的，咱们可以将这个遮手件安装上去。这个孔洞呢是为了用来安装豪华版的配件，豪华版呢是有提供一个披风的一个样式，也就是它的觉醒形态。披风呢是安装在肩胛两侧，通过球冠安装，然后在肩胛底部还有一个插孔。一侧的安装方法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，另一侧的安装是一样的。背包这边呢也是可以单独拆下，然后将两边这个分件呢是可以进行旋转，然后将其取下。取下之后呢，咱们就可以换上带透明件的披风的一个零件了。那么全身装完这个觉醒模式的披风以后呢，样子就是这样子了。可以明显的发觉啊，这次这个披风样式呢，跟之前的特里斯坦是不一样的，它是从肩胛开始往下垂下来的，类似于一个披肩的样式的一个披风。因为这次的这个透明件采用的是深蓝色的，类似于高纹 KK 版的那个透明件，所以说整体与这个淡色调的紫色呢还是比较搭配的。同时呢，这个披风也是比较长的，它是可以直接垂到脚这边的。整体的话，将整个手包裹在里面，再配上这个修长的这个腿啊，所以说整体还是比较优雅的，很像西方骑士的那种感觉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喜欢装2侧，你也可以选择装1侧，就类似于诺克萨斯的那种款式啊，装在1侧也是比较好看的。高度这边的话，我手上有一个特里斯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跟特里斯坦的高度一个对比，它会比特里斯坦壮上不少，也会高上一些。那么帕西瓦尔的具体高度的话，我这边没有测量，之后呢我会补在评论区里面。因为都是同系列嘛，所以说背包武器呢都是可以共通的。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，因为帕西瓦尔背后呢有这个白色零件主导，就算进行调整呢，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阻碍，所以说部分的背包呢可能不太好装。当然，只要背包这个接触面的体积呢比较小一些的，都是可以安装上去的，比如兰斯洛特的就是可以的。
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可动，首先头部整个可以上拉，为它的可动增加一个很大的空间。上拉之后呢，整个低头侧摆呢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在头部旋转的时候，需要注意一下两侧的这个零件需要调整一下角度。同时呢，因为抬头的这边呢后方零件比较大，所以说抬头的幅度呢是比较小的。背包可以进行上下的角度调节，两边的零件呢同样是可以展开的。在肩膀处这个白色零件呢是可以转动的，这个结构类似兰斯洛特的那种，但是它比兰斯洛特更加好。它外拉之后呢，可以增加一个前倾后倾的范围，同时也可以增加一个上抬的角度。所以说，再加上肩胛的避让，整个手臂的平抬幅度是能远远超过90度的。整个手臂360度旋转是没有问题的。在手臂根部呢，也是附带了一个旋转的关节。手型这边呢，依旧是一个球关，手臂曲轴双段的幅度还算不错。腰部这边前面骨架的时候已经提到了，双段的弯腰，再加上全军甲的一个避让，整体的腰部的一个弯腰幅度是非常巨大的。侧腰的幅度大约是在40度左右，整个腰部呢也是可以进行一个旋转的。前肩甲这边两边呢都是一个球关，可以进行一个上下左右的一个角度调节。侧肩甲这边可以外拉进行一个上抬，同时呢也是一个球关，可以进行一个避让。后胸甲这边呢是可以进行整个上抬的。卡扣这边采用的是一个 V 型的卡扣，可以进行一定的角度调节。腿部这边设立了一个下拉机构，腿部下拉之后呢，整个腿部的前踢是可以达到一个标准的90度。后踢呢，再调整一下后军甲的位置之后，也是可以达到一个标准的90度的。得益于侧军甲做的比较小，同时避让比较不错，所以说整个侧踢呢是可以远远超过90度的。大腿根部是附带旋转的，同时这次腿部弯曲呢，之前骨架也说了，它是有一个滑槽的设计，所以说在膝盖这边以及大腿根部这边呢，会有一个小小的联动。脚部这边设计的很有意思啊，脚部这边的这个白色零件呢是一个滑槽的设计，可以将其外拉，外拉之后就有一个很大的角度调节，这时候呢整个脚的上下摆动呢幅度就非常不错了，脚尖呢也是有单独的可动的。脚的侧摆呢分为两段，上面一段，下面一段，上面一段是球关，一点点的角度，然后脚这边还有一段侧摆，侧摆的幅度呢大概就是这样子了。武器呢会配备一个法杖，召唤法杖两侧都是金色零件，可以进行一个展开。而中间这边的这个零件呢，是有一个白色的透明键可以选择。法杖一共是有2根，我个人觉得装上单个的披风，然后再加上一个法杖，特别有沙皇的那种感觉啊。而豪华版的话会多出7把武器，7把武器的造型和名字呢都是不一样的，它们可以组成一个剑阵啊。我这边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每一把武器的一个造型。这7把武器呢，每一把武器的造型都是不一样的，并且每把武器都是可以握持的。同时，前面的几弹因为手型都是一样的嘛，所以说这7把武器都可以适配于前面的几弹。同样呢，这次还可以组成一个剑阵。那么如果要组成剑阵，就需要用到豪华版附带的这个地台支架了。地台支架的角度调节特别有意思，它这边是通过不同的卡扣进行卡住来进行一个高度的调节。支架的根部这边呢，采用了一个齿轮锁定的一个机构，这边只要将其翻出，翻出之后呢，整个角度就可以解锁了，然后将其推回去就可以固定了。最上方的高度调节呢，同样也是一个锁定，解锁之后就可以进行高度的调节了。那么前面其实跟常规支架基本差不多，而重头戏就在旁边两边这个圆环了。这个圆环是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一个多角度的调节，同时呢，在这边每一个都有一个连接键，这个每个连接键啊都是不一样的，它是跟这个宝剑的上面的孔洞呢是对应的。大家可以按照喜好来安装这个顺序，或者按照说明书安装都是可以的。连接键上面就可以直接将这个宝剑安装上去，并且呢，整个都是可以进行角度调节的。在地台上呢，还有一个小零件，这个小零件呢上面是有一个缝隙，刚好是可以用来插宝剑的。咱们可以将这个没有孔洞的主剑直接插进去，当然你想插别的宝剑呢也是没有问题，甚至啊你拿特里斯坦的剑呢也是可以完美的插进去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么全部插上这个宝剑之后，组成一个剑阵，再加上多角度可以调节的圆环啊，所以说整个玩法呢还是比较多样的。你可以选择各种角度啊，甚至可以包围整个人，然后再摆出一个类似强袭自由的一个姿势，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帕西瓦尔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这个视频对你有点帮助啊。总体来看的话，是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一个产品。那么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这款产品呢？制作视频不易，希望大家多多3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